2024年的寒冬，北京 CBD 高楼林立的写字楼里，人流比往年少了一半。曾经西装革履、提着星巴克的上班族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街边越来越多的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。这些人中有不少曾是年入50万的中产，如今却在为一日三餐而奔波。数据最能说明问题。据官方统计，仅在合肥这样一个二线城市，取得网约车资格的司机就突破10万人，几乎相当于这个城市公务员总数的2倍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些司机大半天在街上晃荡，却接不到单，空驶率高达 45%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开着车在马路上瞎转悠的时间，比真正载客的时间还要长。让我们看看网约车司机的收入数据。据平台数据显示，网约车司机日均流水不足300元的比例高达 78%。扣除平台分成 30%， 每日油费100多元，车辆维护费用等，大多数司机到手收入连150元都不到。这和他们中许多人从前的身份形成了鲜明对比：投行分析师、IT 工程师、企业中层，月收入动辄3、4万，如今却要靠着每天10几个小时的营业时间，勉强维持基本生活。外卖行业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。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外卖送餐从业人员同比暴增 49.7%， 也就是说，每2个外卖员中就有1个是今年新入行的。但与此同时，北京餐饮业的利润却大跌了 88.8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蛋糕越分越小，竞争越来越惨烈。外卖行业的困境更为明显。数据显示，北京地区外卖员平均月收入从去年的1万多元暴跌至6000至7000元。这个群体中不乏互联网公司的前产品经理、运营总监，因裁员潮被迫转行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北京的外卖员数量在短短3年内增长了 200%， 甚至不少应届大学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。985高校毕业生送外卖的新闻已不再是稀罕事，这个行业的内卷程度可见一斑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连航空业这样的金饭碗都保不住了。西安一家航空公司被曝光拖欠工资后，多名飞行员、空乘不得不改行送外卖、讨滴滴维持生计。想想看，昔日穿着制服翱翔蓝天的机长，如今却要穿着外卖服在街头奔波，这画面不知道让多少人唏嘘。钢琴销量的断崖式下跌，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产阶级的衰落。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今年最大的麻烦就是中产阶级陨落。往年是底层拼多多，现在中产也开始拼多多了。这话说得太狠了，但现实比这还要狠。要知道，今年突然冒出来的2000万网约车司机中，相当一部分都是从中产阶级跌落下来的。他们中有企业高管，有金融精英，有 IT 工程师。现在这些人不是在送外卖，就是在送外卖的路上。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用3句话形容当下的中国社会：生机勃勃的老年人、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，说的太扎心了。但这话刚说完，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就被封了。看来连说实话的资格都没有了。大伙儿可能想象不到，2024年的中国，社保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也开始被越来越多人放弃了。这些人倒不是不知道社保的重要性，而是真的已经到了连未来都不敢规划的地步。不说养老，连明天吃什么都成了问题。数据最能说话。根据2023年中国灵活就业发展报告，全国灵活就业人数已经突破2亿大关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整个德国、法国、英国3个国家的人口总和。而在这2亿人中，只有不到 30% 的人在主动缴纳社保。到了2024年，这个比例还在继续下滑。
让我给大家算个明白账。以北京为例，灵活就业人员每月的社保最低缴费标准是1108元，一年下来就是13296元。这个数字对比外卖员的实际收入就显得格外刺眼了。数据显示，北京地区外卖员平均日均收入仅200元左右，每月到手不过6000出头。这意味着光交社保就要耗掉月收入的1/5还多，剩下的钱连最基本的房租都难以维持。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，普通合租房月租也要2000元起步，更不要说水电、伙食等基本开销了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2024年的外卖行业比去年更惨。几个主要外卖平台最新数据显示，一线城市的外卖订单量同比下跌超过35%，但是送餐员数量却暴增了78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个单子要被更多人去抢。网约车司机的处境同样令人担忧。据平台数据显示，网约车司机平均工作时长已经突破12小时，其中40岁以上的司机占比超过65%，而收入却难以维持基本生活，每天固定支出就高达400多元，车租280元，油费100多元，再加上平台抽成25%至30%，大多数司机月收入难以突破3000元。在这种入不敷出的情况下，每月上千元的社保支出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奢望。数据显示，今年一线城市的网约车司机收入普遍比去年下降了40%。以北京为例，2023年网约车司机月均收入还能达到8000元，现在能到手5000的都成了单王。别以为只有基层人员过得艰难，曾经风光的 IT 行业更是满目疮痍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互联网行业35岁以上员工的裁员比例高达40%，其中年薪超过50万的高级人才占比接近一半。这些曾经的互联网精英被迫转行，相当一部分涌入自媒体领域。据某 MCN 机构统计，过去一年新增的自媒体创作者中有42%来自互联网大厂，但他们的平均月收入还不到3000元。从前公司帮缴纳的五险一金变成了需要自己支付的沉重负担，这让许多人不得不放弃社保缴纳。更触目惊心的是房地产行业，昔日的金领如今也沦落到要精打细算的地步。一位原某知名房企的营销总监告诉我，公司裁员后，我靠做短视频勉强度日，好几个月找不到工作，房贷还不上，只能卖房断供。现在连最基本的社保都交不起了。有人说，这不就是自己选择吗？不交社保不行吗？可问题是，当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，谁还有心思管30年后的养老？数据显示，2024年一季度，中国各大城市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率同比下降了58%。这背后是多少人被迫放弃了对未来的期望？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社保缴费标准还在逐年上涨。就拿广州来说，2024年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已经涨到了5680元，月缴费额度超过1136元，一年就要交13632元，比去年又涨了7.5%。但是人们的收入呢？不升反降。让我们来看看更多触目惊心的数据。今年全国范围内，超过65%的灵活就业者表示极其困难或非常困难维持社保缴费。35岁以上的灵活就业者中，超过70%选择了中断或放弃缴纳社保。一线城市中，约82%的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员表示根本没有能力缴纳社保。自由职业者中，约78%的人在过去一年里至少中断过一次社保缴费。这就是2024年的中国社会现实。那些曾经光鲜亮丽的中产们，不仅丢掉了体面的工作，现在连社保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也要放手了。
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，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开始放弃未来保障的时候，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的希望正在消失。但这还不是全部，今天我们就用最新的经济数据来撕开这个曾经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遮羞布。11月的经济数据简直惨不忍睹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仅有 3%，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4.6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意味着即便有双11这样的购物节，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热情依然低迷到了极点。有意思的是，官方现在连这点数据都不敢放出来了。你们发现没有，今年双11过后，各大电商平台都没有公布具体的成交额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实际销售额同比暴跌超过 40%。不过这个消息一出来，发布者的账号就被封了。房地产市场更是惨不忍睹，前11个月，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暴跌 10.4%，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暴跌 14.3%， 销售额暴跌 19.2%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增长了 12.1%。翻译成人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卖不动的房子越来越多，但开发商还在拼命建新房。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？可问题是，不建新房就要破产，建了新房也是亏钱，这不是典型的死路一条吗？外资撤离的速度更是惊人，从1月到11月，外商直接投资暴跌 27.9%， 而且这还是按人民币计算的，如果按美元计算，跌幅可能超过 35%。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那些曾经看好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，现在正在用脚投票。更有意思的是工业生产数据，官方数据显示，11月工业增长 5.4%， 看起来还不错，且慢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这里面有大量赶工订单，因为很多外企担心未来关税上调，提前把2025年的订单都赶在今年完成了。电动车产业更是一个笑话，产量是涨了，但卖不出去啊。据统计，今年已经有超过30家新能源车企倒闭，有的车企库存积压高达半年以上，但为了完成产值指标，还在疯狂生产。这不是典型的韭菜式增长吗？民间投资的数据更让人绝望，前11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 3.3%， 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是政府投资。年底银行贷款数据显示，最能反映经济活力的企业贷款同比大幅减少5720亿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民营企业已经不愿意也不敢投资了。更吓人的是就业数据，官方数字说城镇失业率是 5% 出头，但你信吗？据某智库统计，如果把灵活就业和隐性失业都算进去，实际失业率可能超过 15%。这个数据一出来，这家智库就被优化了。有人说中国不是在搞经济刺激吗？是啊，但你看看这些刺激都刺激到哪去了？前11个月财政支出总额比去年只增长了 1.4%， 远低于年初预算的 8%。央行的降息幅度只有40至60个基点，而美联储在应对疫情时可是降了150个基点。地方政府债务高达90万亿，已经到了连利息都还不起的地步。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什么？第一，中国政府想刺激经济的心有，但钱没有。以前可以大水漫灌，现在只能用喷壶浇水。第二，就算有钱，也不敢大规模刺激。2008年那次4万亿的后遗症太严重了，现在全国到处都是烂尾楼和僵尸企业。第三，最关键的是信心没了，老百姓不敢消费，企业不敢投资，外资在撤离，这是典型的信心崩塌。最后说个更吓人的，中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跌到了 1.77% 的历史新低。这说明什么？
说明连政府债券都快没人买了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有政府信用担保的呀。野村证券的报告说得很直白，除非中国能清理房地产市场，修复财政体系，修复社会福利体系，缓解地缘政治紧张，否则2025年不可能有真正的复苏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事情有哪一件是说做就能做到的？看到这里，你们还觉得中国经济真能在2025年触底反弹吗？反正我是不信的。倒是觉得那句老话说得对，在别人眼里你的惨烈，在领导看来只是一个数字。好了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中产坠落，社保断缴，再加上经济失速，你们觉得2025年的中国经济还有希望吗？